大家好，这名网友说重大消息，席包子将缺席马上要开的金砖会议，由李强代替，真的就在这几个月下台了。这名网友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关于阅兵的报道中都把席包子要检阅部队这句话给删除了。目前主要是那个吴少将说了席包子要检阅，旁边的胡和平呢全程没有提席包子检阅部队啊。胡和平是中宣部二把手，应该知道内情，而吴少将只是一个执行者，可能还蒙在鼓里啊。李强频繁会见多国领导人，而席包子仅仅会见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李强近期分别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越南总理范明正以及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展现了李强在外交事务中的活跃角色。而席包子仅仅会见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这一安排是在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于2025年4月21日转发批评席包子的文章之后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名网友说，6月25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天津出席202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席包子没来，李强讲话也没提席包子一个字啊。李强忽略席包子大家都习惯了，这是正常操作。李强不说席包子，对外展示自己独立于席包子，不受席包子控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席包子马仔。别放屁了行吗？李强是江泽民的人，李强什么派系的，可能不是席包子的人吧？就是席包子的人，过去是席包子大秘，不是的。李强被席包子和蔡奇排挤的不要太明显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25年6月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4日下午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提了一句席包子。李强呢，6月24日上午他还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下午呢就去天津了，应该是中午坐着高铁去天津的吧。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4日下午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越南总理范明正。陈敏尔也参加了，因为陈敏尔是地主嘛。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过去75年，中越始终相互支持，携手共进，同志家兄弟的深厚情谊历久弥坚，历久弥新。席包子总书记、国家主席4月成功访问越南以来，中越全面战略合作进一步向前推进。这一句话就也挺不顺的呀，他应该说总书记、国家主席席包子，为什么写一个席包子主席啊？这可能后来给修改的，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这里呢，李强他也提了一句席包子，这都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给他们改的稿子。但是呢，席包子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表明呢，席包子只是在胡锦涛或者胡春华的指示下配合演戏而已啊，
表明习包子的行动已经不能自主决策了，而是受制于幕后的势力，尤其是胡春华的潜在主导啊。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新加坡前总理夫人何晶虽然转发了2篇骂习包子的文章，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并没有抗议新加坡呀，没有召会新加坡，王毅没有召见新加坡驻华大使啊，就和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啊，还能继续邀请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访华呀。这在习包子掌握大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刚骂才2个月呀。此外呢，将要担任胡春华总书记办公室主任职务的金善文已经升任了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这一人事变动强化了胡春华派系的影响。金善文的升迁呢，成为蔡奇的副手，可能是为胡春华接班的信号啊。习包子的会见安排可能被利用来淡化习包子的个人权威。那现在主子还没正式登基呢，这奴才先上去了。中共官方先宣布习包子将参加2025的93阅兵，随后迅速传出了他要缺席7月6日至7日金砖国家峰会的消息，由李强代为出席。这一戏剧性反转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南华早报称，习包子因为日程冲突缺席，但是巴西官员的失望和卢拉的善意没有获得回应啊，暗示可能另有内情。中国国家主席习包子据报不会出席下个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首次缺席这一主要新兴经济体大会。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政府官员称，中国已经告知巴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代表习包子出席7月6日至7日的金砖国家峰会。知情官员称，中国向巴西表示，习包子缺席峰会是因为日程安排有冲突。此外呢，习包子过去1年与巴西总统卢拉频繁会晤也是原因之一啊。据报道称呢，巴西官员们毫不掩饰他们对习包子缺席的失望。据消息人士说呢，卢拉今年5月访华就是为了表达善意啊，并期待习包子对此能够回应出席里约峰会啊，就是为了换取习包子去出席啊。卢拉的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今年2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阿莫林当时对外称，他已经向王毅明确表明巴西希望接待习包子。阿莫林说，我对他们说，没有中国的金砖国家不是金砖国家。他强调，鉴于目前的全球形势，习包子出席峰会尤为重要啊。也就是说，巴西官员强烈要求习包子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啊，但是习包子就是拒绝出席啊。这话说的还能再直接点吗？欧中建交50周年的峰会也是一样啊，欧洲强烈要求习包子去，习包子就是不去啊。这最后被迫改在了中国举行。这巴西金砖国家峰会邀请很多国家呀，也不可能改在中国举行啊。网友说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删除习包子检阅部队的表述，胡和平没有确认，而吴少将仍然提及，反映中共信息控制的混乱。这可能不是偶然，而是高层有意制造权力交接的舆论氛围。习包子缺席金砖会议，李强代为出席，有可能是胡春华派系通过李强削弱习包子的国际曝光度的做法，配合后续阅兵安排的调整，为四中全会
权力更迭铺垫啊。细胞子是否参加9酸阅兵存在变数。如果细胞子它就是要参加阅兵的话，那如果2025年8月的四中全会调整了职务，细胞子可能卸任总书记和党的军委主席啊，由胡春华接任并检阅部队。另一种情形就是细胞子以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阅兵啊，因为国家军委主席要到2026年的2会才会卸任。这种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凸显细胞子是主动辞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合法化胡春华的接班，也可以这么解释。关键的就是四中全会什么时候召开，细胞子下不下台。如果已经定下来了，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定下来，细胞子要下台，那么细胞子阅兵还是不阅兵啊？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说了，中共他会自己整活呀，这不就是又不让细胞子参加这个金砖国家峰会啊？刚让苞米爽一会儿啊，这气氛又给打下去了。现在细胞子这个状态，这和蔡奇、董军差不多呀，这动不动就不让出来了，那过两天又放出来一次。金善文升任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这进一步支持了胡春华派系的崛起啊。胡春华要接班，金善文呢可能循丁薛祥的路径呢，先担任中办副主任和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呢，21大会接任中办主任，22大会入常，目标是成为第一副总理或者中央书记处书记啊。这前提当然是中共还没有倒台啊。金善文的曾经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的部长。2018年随副主席尹德明调研显示两个人关系密切。尹德明早年的仕途呢，与李克强在共青团和胡春华交集深厚呢，后来就跟着胡春华去了西藏嘛，多次担任胡春华的下级啊，与胡锦涛、胡春华派系绑定。尹德明的提拔呢，可能受李瑞环和胡锦涛的影响啊。尹德明他之所以去天津市，可能是因为他早年就是李瑞环提拔的。尹德明之所以去总工会，是因为李瑞环和王兆国曾经担任过总工会的主席啊，关系密切。金善文呢，如果是尹德明的马仔，尹德明的升迁就证明胡春华派系渗透啊蔡奇的体系啊，取代原属于细胞子的官员呢，蔡奇又没出来陪细胞子会见新加坡总理啊，证明蔡奇早就靠边站了。你这个机关工作委员会他有人干活才行啊。细胞子控制的地盘呢，他已经控制不了了。金善文呢的工会背景呢比较边缘，肯定不是细胞的嫡系啊。金善文的升迁预示着胡春华接班的幕后布局啊。这几个核心的岗位，一个是中组部长，一个是中办主任，那现在这两个职位的人都有眉目啊。中组部长就直接就定了，明确了，这个金善文呢还没有直接任命成中办副主任。李强的外交活跃，细胞子的低调会见以及缺席金砖会议阅兵的安排的模糊性，结合金善文的升迁，共同指向了胡春华派系可能主导权力过渡。细胞子会见黄循财啊，并非自主决策，而是胡春华指令下的演戏。金善文升任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为胡春华升迁铺垫，表明胡春华将接任总书记。尹德明的李克强和胡春华背景进一步佐证胡春华派系的根基深厚，细胞的角色被边缘化，四中全会是关键节点啊，下就是下，不下就是不下，还能因为一个阅兵就改变决定吗？这位网友说，一个93阅兵，很多靠下水道供应的都慌了。
只要细胞子能完成以下任何一个任务，我就再也不说细胞子要下台了。第一就是查处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张德江、胡春华、张幼霞、李强、赵乐际啊，任何一个人就行，一个人就行啊。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常委或者是退休常委，那么这个胡春华呢？胡春华他不过是个政协副主席啊，苏荣能抓，令计划能抓，胡春华有什么不能抓的？你把胡春华抓了，再也没人说了。那何卫东都能抓了，张幼霞有什么不能抓的呢？这细胞子实现不了这些硬指标，就谈不上翻盘。第二呢，连续提拔10名副部级或者正部级的官员，这在3中全会之前呢，对细胞子来说都不算是个事儿啊，小菜一碟儿。现在细胞子根本就实现不了啊！如果细胞子能突然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他重掌大权了。就刚刚提拔这个金善文，这总工会的官员，这不都是退休养老的地方吗？细胞子马仔为什么在这种地方呢？退休的职位呢？第三呢，就是平反苗华、何卫东冤假错案，把军队那些细胞子被抓的马仔呀、上将、中将、少将都放出来呀。那苗华贪污怎么了？哪个官员不贪污啊？何卫东腐败怎么了？就说这是我细胞子亲自批准的，怎么了？中国哪个官员不贪污？哪个官员不腐败啊？这凭什么抓？细胞子如果大权在握，这凭什么抓苗华和何卫东啊？那第四就是复活秦刚、热地、吴邦国、江春云等等啊，细胞子的马仔。这4条呀，不用都做到，能做到1条，就说明细胞子重掌大权啊。除了这第4条，这前3条在细胞子掌权的时候，这不算个事儿啊，完全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啊。你反过来说呢，细胞它实现不了这些硬指标啊，那它还得下台。好的，谢谢大家。